就在前几天，我没事看评论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个观众说拳皇出正版手游了，还贴心的帮我找来了这游戏的广告视频。不是大蛇养不起，而是八神更有性价比。如果你开局抽到大蛇，请千万不要氪金培养，因为大蛇前期只有人文入入，后期才能重拳出击。但是如果你开局抽到了八神，请一定要珍惜它，激活大蛇血脉后的它，一定会是你阵容的绝对主席。给他一次使用8指引的机会，卢卡尔吃了会流泪，高尼斯吃了会心碎，轻松带你通过前期任意关卡。更关键的是，八神还很好搭配阵容。我以为这广告会是那种开局10连抽别抽水水水，但你如果抽到了什么什么，请你放声大笑。这居然是麦克阿瑟版的广告，这是与时俱进啊！我看宣传片还是挺酷的，品质跟拳皇15一样，当然99%的可能就直接录了拳皇15的视频扔上去。名字叫拳魂觉醒，咱们也不废话，直接开始游戏。公告非常惊人，各种充值好礼，滚符已经滚到了300多符，有点不祥的预感。剧情是讲草剃金报名参加什么拳皇大赛，现在是先来打个奥运冠军热身子呀。当然，拳皇的剧情我倒是完全没看过，小时候光是打 PVP 戳键盘了。要开始战斗了，草剃金我没怎么玩过，不过几个招我还是会戳的。啊，你这原来还是个你一下我一下有大招放大招的喝茶游戏啊，真服了。还什么亲爱的玩家，请打开声音感受原汁原味的视听盛宴，的确是原汁原味，依旧你新鲜的，依旧你美味しい。哦，好像不是你一下我一下的游戏，还带什么费用？就下面蓝条是回费，上面是多少费的卡，打出去就能连招啥的。这几招下去，打对面这老登直爆金币。打败奥运冠军后，我们也是成功拿到了邀请函。这时2阶弹红王把邀请函抢走了。小时候我都管他叫黄毛。现在咱们需要跟地铁跑酷一样追上他，直接给他一拳，打完他就自动切到主菜单了。非常经典全民恶心小红点主菜单，可以招募了。让我猜猜，抽到黄毛对吧？果然，刚刚想夸你有点创意的，现在给我整这一手。又打了我主线，暴揍了80和不知火舞，这游戏终于让我自己玩了。先去把小红点都点了，再去10连抽看能出啥。抽卡是个换角色一样的特效，终于不是5连抽的游戏滑下来了，抽到了个以前没见过的。这谁呀？长了个街头霸王里面可能融合体似的。等一下，这卡是什么意思啊？你出角色随便就算了，还能出什么美式盒子金币？金币？不是你开玩笑的吧？你的卡池又不是说每天都有免费10连抽，凭什么卡池里面爆金币呀？那你讲这样的卡池肯定是有保底对吧？哎，是有，但你要抽200抽，而且是 SR 加的保底，不是 SSR。对，别的游戏保底都是说保底个5星角色啥的，这游戏给你保底4星角色，你能再抠门点吗？跟你直接保底个碎片算了。然后我又玩了一会儿，发现这游戏还是一个你一下我一下有大招放大招的喝彩游戏，我以为是即时卡牌对战的，就跟皇室战争一样，对面会自动放招，你要管好费用和时间来做出最优选，但并不是的。别看着什么还有连招，什么技能按照2个2费再放1费有额外伤害，这额外伤害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就算你把费用全用完，打个什么10几连击，伤害也就乘个1.12什么的。而且这个是肯定能打出来的，因为你攻击时敌人是不能放招的，除非你故意不攻击，等自己一管能量满了，敌人这时候才会开始攻击，而他们攻击的时候你也不能防御或者用技能反打，你自己手操和自动战斗基本没区别，都会自动给你打连击，根本没有手操的必要。准确的来说，根本没有自动战斗的必要，因为开局3秒后就可以点跳过了。机场好像是直接整的假血条，你只要战斗力比对面高，随便赢。之前那个跟地铁跑酷一样的小游戏就一个，后面就再也没有小游戏玩了，就做个样子给大伙看的。那先让我玩一会儿，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OK， 玩了2天啊，咱们先说个结论，虽然很一坨，但也没那么的一坨。其实优点吧，这游戏有个叫神器的东西，你只要打主线就会爆材料升级，升级角色对应的神器就会让连带的角色升品阶。像是草剃金原本只是个 R 卡，升级神器之后就变成了 SR， 后面估计应该是可以变成 SSR， 包括不知火舞等一众角色都是可以升品阶。有这个机制在，那的确没那么答辩，但这都局限于你不打竞技场，你把它当单机玩。这个我待会儿说，养成方面还是过于干涸客，一个角色就需要养等级、品质、技能、身心、经脉、装备。在此之外，你还得养好多个神器，社团也要玩。而且我这个号没有玩到很后面，但我这个界面说实话已经没有地方放按钮了，真的是有够脏的。我光是点小红点都要花上一段时间。后面肯定是还要养别的东西，至少我装备扭蛋机还没有解锁。是的，这游戏装备还有个卡池，因为装备还有身心和觉醒在里面。
他喵的，我玩到现在还没有一个 SSR， 更别说这游戏后面还有 UR 和 SP， 又没有保底的机制，新区就连那些排行榜的氪老队伍里都没有一个 SSR。但也是，你说你这钻石卡池里面还带金币什么的小垃圾 ，SSR 的概率只有 0.33%， 又没有保底，时间抽要2160钻石，也就是210块钱，少说也要抽个2000多块钱才能出 SSR 吧。后续养 SSR 也要钱，你要是脸黑一点，3、4千块钱扔进去都不一定出一个 SSR。而且这卡池就没有8神和大蛇，然后我是有想到，我这是新区，所以可能没出，结果去老区串了一个新号，也没有8神和大蛇，很多角色卡池里面就没有。点开老区排行榜里面的榜1、榜2，这角色卡池里面我就没见到过，估计是要等后面等级高了，活动充钱拿吧。像那可露露就是这样，要氪金才能拿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神器把什么炒 T 金、不知火舞进化成 SSR 就像个笑话，根本没用。你干的半死的角色在人家氪金角色面前就是一坨屎。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把卡池设计这么恶心呢？还抽什么金币出来，还没有保底机制，搞了半天，你这就算抽出了什么 SSR， 还不是氪老的玩具，有什么意义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把这游戏当单机玩的平民玩家玩的更折磨点嘛。而这游戏排行榜要比2个队，没错，是有1队和2队都要比，尼玛氪度加倍，赶紧爬吧，这答辩这游戏。如果要为这游戏排个名的话，它能排我答辩排行榜的宗师级。因为这游戏在单机玩的话，还的确能玩一点儿。不去追求排行榜的排名，就拿主线看看剧情呀，你喜欢的角色也不是不能还吧。那我想这就是本期特别全的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连关注，持续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这样吧，我是05，我们下期见。四驱兄弟，想必在座的各位小时候都看过这部经典赛车冲锋动画片。小时候听着主角大喊的什么莫名其妙的招式，然后那车好像被意念操控了一样飙得飞快，而我们自己买的那车开几天就撞墙报废了，怎么喊都没有。而且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好朋友一起玩，更别说车报废之后你回家还被家里人打到报废。久而久之，这玩具车变成了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装饰品。所以这个四驱兄弟手游刚刚有点声音，我就马上预约了。直到昨天，是的，昨天突然想要这游戏，然后在直播的时候玩了。那玩起来简直就是一个男女的折磨啊！游戏开始3连者非常还原经典画风，主角团大伙都在，没给你整一手3D 建模，我非常欣慰。唯一让我奇怪的地方只有一个。这16+的标是什么意思啊？我玩个小屁孩赛车大吼大叫游戏，里面还带点什么血腥暴力成人内容吗？是怎么说？大伙跟那赛车赛一半就真人快打上了？不去不多，好像不是滚服的玩法，我们直接选抬头望望天衣服，有4个初始赛车可以选，那肯定选冲锋战神号啊，名字叫四驱赛车总冠军。哦，这是主菜单了嘛，稍微有点简陋呢。哦，是卡。哇塞，如此高清的画面，真的是我们23年的产物吗？然后我又卡住了，赶紧跳过吧。OK， 我们可以在仓库里面狂改车子，再去主线任务虐小朋友，看着天真无邪的表情。作为一款16+的游戏，我们是成年人，拿自己组装好的高级赛车，跑去人家后院和小朋友拿20块钱的车比赛，这太不要脸了！那你见识一下我的四驱赛车吧！我操，我直接抢跑了吗？啊，好像不是啊，是别人太慢了。这是什么？我的心情会传达给四驱车，太高级了，还能用什么技能？我操，这直接飞起来了！我这是在玩玩具车吗？不是什么纳米机械做的究极赛车，随便就把几个小屁孩给跑烂了。继续过主线，我们还解锁了经典抽卡和一大堆小红点，先随便领点小红点，然后抽个卡吧。我抽了一大堆不知道有啥用的小零件，金色品质是最好的，90天抽才给个保底，真服了。没事，先把紫色零点上去跑跑吧。这游戏的赛车部分还带解说多视角的，感觉挺牛的，但实际上吵得要死。我放一场给你们看看。他还在领跑，大家都跑得相当出色，稍微大意了一下，但现在开始才是真正的比赛。随着速度的增加，选手们需要将一切都赌在这次加速曲线和坡道。加油！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一刻不能松懈的比赛还在继续，谁能摘得桂冠？选手们之间的竞争正在逐渐升级，每个人都渴望领先，所有人都不甘落后，赛车在赛道飞奔，你就是最强的赛车手。好像5、6个人同时在说话，但我都各说各的。你只要一放技能，那解说马上长出第2个嘴狂喊。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过个弯，解说又长出第3个嘴巴喊你过弯了。尽管如此，这游戏再一看，哎，感觉不是挺有意思的吗？李虎，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在干黑？然而，在我玩了1个多小时后，我可以告诉你，一坨大便纯来坑钱的。
我们先来说说游戏最主要的赛车环节，没有任何操作，纯靠数字碾压。你唯一能操作的地方只有开局的抢跑和点这2个按钮，这个够很好理解，就是加速。甭管画面上是什么冲锋、战神、龙卷风、飞在天上转圈，还有什么刀片、超车啥的，就是单纯的加速。然后这个按钮不是你用手指摁住别人的车恶心人，自己的车要失控的时候就狂点，反正就哪里亮点哪里，其余的时间你只能盯着屏幕看。一开始还好，后面你巴不得右上角有个跳过键，因为真的很无聊，不会出现现实生活中大伙车可能飞出去或者把别人的车干出去的有趣情况。而且这游戏赛道都是纯自己跑自己的，就单纯比数值，什么狗屁你的心情会传递给四驱车，你从屏幕外能传递给四驱车的只有你的钱包。这里我们再说游戏有多干多氪，在现实中你可以买一辆这种四驱车，花个什么几十几百开着玩，可能你为了让车变得牛点，换个马达换个轮胎啥的。这游戏你有他妈的39种零件要换，39种！我之前玩过的所有答辩氪金游戏都没有这么夸张的养成系统。别人的养成系统可能就是要多养个宠物，阵法啥乱七八糟的，顶多就10几种东西需要你养了。这游戏直接给你整一手39种，每个零件都会加数值，每个零件都需要你抽。而且你们知道这游戏金色零件的爆率有多低吗？金币抽卡只有0.1%的概率，而且没有保底。如果是钻石抽卡，只有1%出头，所以大概率是要吃保底的。98钻石抽卡能出1个金色零件，10连抽需要180块钱，90连抽就是1600，也就是说1个金色零件要1600块钱。如果说你想要在这游戏里组装一辆满配的四驱车来弥补童年遗憾的话，你最少需要氪63180元。6万，什么概念？我可以直接去搞一辆比亚迪 F3，二手车更是乱七八糟车随便我挑，我可以把人家一个仓库的四驱车都买空。那肯定有人会说，你这又不用硬氪，可以靠活动和什么主线的钻石抽啊，氪可以氪在那种礼包上啊。那我只能说你还是太天真了，这游戏的礼包还不如你直接氪来的多，全是各种你氪了礼包就要去干多少天才能拿到更多钻石的逆天礼包。就像你是究极干地、究极攻略小子，特别会氪金，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好吧？但很可惜，这游戏保底没有自选，所以你会抽到重复的零件。别说39种金色零件了，能出15种不同的都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再加上这个零件它是有搭配的，不是说你什么零件都能往上面装。比如说你上的是一个大轮子，那你就必须上大轮胎。我的紫色的轮子和紫色的轮胎就没办法装一块，基本每个都需要搭配的。这种麻烦的点倒是挺还原现实的啊，搞得你想满配成本再加倍。所以理论上来说，你氪1个亿都抽不到39种不同的金色零件，永远没办法满配。而且吧，你满配了还要养呢，这零件还得升金上技呢。只能说这游戏想告诉我，穷鬼不配为情怀买单。那你说不氪就干呢？当成一个单机游戏来玩，那不好意思，你打到第3章就卡住了，跑不过人家了，你就得换新零件。打 PVP 更不用说，我刚刚出门就被套圈了，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游戏的防人小红点也是个劝退点，真的是把防人贴在头上。比如说你清空了一个按钮的小红点，然后你去点别的按钮，又领了点文字推奖励，那么不好意思，你之前清空的按钮会因为你领的那些文字推奖励而达成什么目标，然后你又要去点那个小红点领文字推奖励，每次都经典几百几千金币，就不能自动给我们领了嘛？无论怎么说，你如果想回忆童年，建议是花钱买个真的现实生活中的四驱赛车。这游戏是真的太干太氪了。如果让我给这游戏排个名的话，它能在我答辩排行榜中登上与那小小雨果同级的天仙级。顺便我把这排行榜稍微整顿了一下，现在那种乱画名字的买烂游戏没有资格登上这个排行榜啊，免得到时候大家伙就搜都搜不到游戏。OK， 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关注啊，持续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如果能让我说一个在你小时候觉得明明很好玩但却玩不明白的小游戏，你的脑海里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游戏？反正我的第一反应绝对是蛋蛋弹。就记得小时候玩的游戏，给人当人机杀，打 PVP 炸不到人，还被各种嘲讽 ，PVE 打怪血都不带掉，想当年没见过的 BOSS，进房间2秒就给踹出去。尽管如此，蛋蛋弹这款网页游戏，我小时候还是觉得很好玩，特别想调个刁钻的角度砸敌人，结果把队友脚下地砸掉，或者是不小心坐纸飞机飞到水里都非常搞笑有趣。而且当时这种百战天龙类的游戏也挺火的，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我基本都是在
在玩蛋蛋弹，直到后面氪金道越来越多，小时候我拿5毛钱出来都够费劲，直接给他打退游了。后面蛋蛋弹虽然说出了个2代，但我点进去玩过一次，感觉跟1代比变了挺多，而且氪金内容也更多了，玩起来完全没有原来的味道，而且这个画风跟 AI 画出来的一样，更受不了了。于是开始在蛋蛋弹这个想法就搁置了，直到最近找游戏的时候，发现439蛋蛋弹官网那边出了个官方的怀旧服，我心里其实五味杂陈，一边是有点想玩，一边是怕这个怀旧服也是个套了以前的皮，然后开了一堆氪金活动来圈老东西的钱。不过说实话，蛋蛋弹在我这的确有不少童年滤镜加分的，可能本来以前就挺垃圾的。这同时我也好奇，我小时候打那些蚂蚁啊、小鸡啊，不过玩完副本之后还会出了些什么东西？那么今天我下定决心开个坑，挑战从零开始爆氪蛋蛋弹，通关全 PVE 副本。但我如果想看我通关蛋蛋弹3连合家过2万，继续爆肝更新，那么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游戏。刚进游戏就直接是教程，捡起武器和帽子就会出现经典小怪粉红波菇了。游戏技术玩法很简单，在自己的回合开始时要调整好角度，然后按空格来调整下面的力度，把武器丢出一个抛物线去攻击敌人。在新的教程里，力度这栏会直接显示蓝色区域，我们把力度控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打到小怪了。打完会接着+1攻击这个道具，使用这个会重复一次你的攻击，但会减少10%的伤害。后续主线任务会解锁各式各样的道具，每种道具都会消耗你血条上面的这个体力槽，体槽用完了之后就无法使用道具和移动了。所以合理的使用各种道具进行组合攻击是十分重要的。OK， 打完新手教程，跟着主线任务去打 PVP 就可以了啊。新手刚入坑的这段时间打的基本都是人机，随便打打就好啦。这怎么一个飞机飞到我脸上了？我去，这不会是个真人吧？人机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啊！我直接开大刀配合道具一波爆发把他带走了，结果下一把又遇到他了，我就顺口问了一句是不是真人，然后他直接拉着我去打2v2做任务，结果打2v2的时候又遇到了几个刚入坑的玩家，看来玩怀旧服的人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少啊！相见即是缘，我们决定相约去打简单模拟自嘲。OK， 还真带点童年滤镜，小时候感觉这蚂蚁挺高兴的，怎么现在看长这么一坨呢？第一关就是两边有一群蚂蚁冲来，用犄角捅你的 S， 7到20只蚂蚁就可以过关了。简单的模拟自嘲属于是新手关，就算是零强化的新手高也是可以随便过的，你只要全输出就可以了。第二关地图的右上角会出现一个叫丹尼利斯的蚂蚁女王，也是这整个副本的最终 BOSS， 机制也是非常简单，只会每次召唤小蚂蚁，然后隔一个回合拿弓箭随机射一名玩家。虽然副本可能想让我们的清掉小怪同时击杀 BOSS， 但因为是最简单的副本，数值太低的打人根本不疼，我们只需要击过 BOSS 就可以了。但就算是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还跟同学打输过好几次这 BOSS。哦，对了，还是贴心的给我们贴了角度和力度，直接跟着来就行了。我们行动结束后就要等怪物的回合了，因为太简单，没什么需要注意的。这队友直接跟我们聊了起来，这哥们人还怪好的，聊着聊突然来了句别冲太多，看来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打完简单蚂蚁，我想着继续做下主线任务，剩下几局打了把 PVP， 结果我发现这些人突然间打的一个比一个准，每次出手都是精准攻击，直接给我干碎了。不是，小时候我打不过就算了，现在我跑来回味童年还要挨揍啊！必须使用必杀蓝绿修改器，直接打开3人开课啊！我算是知道刚才那哥们为什么说别充太多了。52万点券的衣服礼包，100万点券的限定专卖礼包，不是4亿元100点券吧？1万块钱买件衣服，小时候也是这么夸张的刻度吗？这数字哥们完全怀疑不起来呀！这一件衣服够我开好几个系列了，而且我记得集武器才是最厉害的，但在商场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哪里买集武器。以前那什么手里电、电视、洗衣机、空调、电冰箱呢？没办法了，还是先继续升级解锁各种功能好了。然后要升级就得做任务，任务基本都是要去打 PVP， 前面还只是打几盘 PVP 就可以了，结果后面好多都是要赢多少盘才能完成的任务。提到人机还好说，但只要碰到真的人，基本都是这种情况。就还没出手，直接就被对面秒了，这怎么玩？我像个经验龙一样给对面刷经验，没给对面造成伤害还不能翻盘，这任务还是必须要赢4吧，直接给我打红温了。所以我决定随便加个群去问问咋玩，结果发现基本没人在商城里买东西，点券都是玩家之间交易的货币，集武器也可以直接在商城和交易函那里买到。我就说商城里那些动不动几千1万的礼包，到底有哪个冤种会买单？找商人买商城道具和点券都会便宜很多，那就简单了，我们直接氪个10万点券，在交易函扫一些强化时幸运符神符。由于之前看了某猫视频里从零开始强化的痛苦之路，我就不重蹈覆辙了，直接交易函买了把+9的极家电，开始强化。剪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随便加了个垃圾工会，这个工会的成功率加成低的离谱，我当时没发现还跟他硬点，好在有惊无险，11下从+9点到+11，感觉看概率应该差不太多吧。不过石头不够强化了，我们先去这个训练场打打，这里完成任务会给挺多强化的时候那些青龙白虎石头的。我操，你们知道吗？我打开训练场的第一关，突然
让想起来小时候那些痛苦的回忆。这个训练场前几关还好，这个测距就让你答题大概有多少距离。我记得我小时候那尺子量过这个，不过目测其实也不难看出，重量级的是后面的这些打靶环节。低角度其实挺好打的，因为分力影响很少，记住力度就行。但高角度的打靶被分力影响的太大，只要分力变了一些，力度都要重新掌控。我打了近1个半小时才把训练场这些打完。小时候我甚至都是直接不要奖励不玩的。有话说有奖励，把强化石熔炼一下，又获得了6个武器强化石，再点2次武器看看。啊，一下就点上去了。可以，这波运气属实有点好。再有这些什么青龙白虎石，把装备的4维都强化一下。随便匹配了个路人，直接去挑战普通难度的小鸡快跑。第一关就是一些小鸡仔的冲锋，这关没什么特别的，把小鸡全部干掉就行。该说不说，氪了金就是不一样。之前打普通蚂蚁，打个小蚂蚁一下才3、4百，现在打这些普通小鸡，伤害都是近2000，每一发子弹打上去都带着金钱的重量。第二关的胖胖母鸡就稍微需要一点准度了，总共有3个 BOSS， 每回合都会有一只母鸡带上斗笠进行攻击，我们只能去攻击带上斗笠的母鸡。小时候需要人带的关卡，现在有着加12武器的加持，基本2、3个回合就能解决一个母鸡，也是轻松拿下这关。第3关是普通难度新增的过渡关卡，这关会出现一些长脖子公鸡和凶暴母鸡，母鸡会远程攻击我们，而公鸡会一直朝着我们冲锋，到了我们身边就会开始啄我们。原本可能需要我们坐纸飞机跑来跑去偷山打火机射啥的，但现在直接吃我的氪金之力。砰的一下，火机车就爆了。第4关就是最终 BOSS 臭蛋笨笨，血条感觉比之前所有 BOSS 加起来都要长。那攻击模式其实挺简单的，要么就冲过来啄你一下，要么就是飞到踏板上，给你丢几个臭鸡蛋让你中毒。还有一招泰山压顶，会用他的大屁股狠狠踩你的背。这么简单的机制，现在成年的我肯定随便过了。击败了臭蛋笨笨之后，基隆的防护罩就解除了，此时我们再去攻击基隆就可以解救小鸡了。至此普通小鸡副本也就通关了。下期视频我们将继续挑战别的蛋挞副本，因为氪的少，所以大家普通就差不多了，也算是圆上童年没有通关的遗憾。如果当我想看就3连后加过2万，记得更新。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小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关注啊，持续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同志们，我是林，我们下期见。最近远古动作不是挺多的嘛，什么新奥特曼、机动战士奥特曼第2季、代卡奥特曼，然后我突发奇想，这市面上有没有奥特曼的盗版山寨手游？哇，这里就有一款叫做《奥特曼格斗之热血英雄》的山寨手游，号称历时多年匠心打造的首款奥特曼 MOBA 手游，有赛罗、迪迦、贝利亚、泽塔、银河、艾克斯，甚至奥特之王都登场了。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下载开玩吧！刚刚开始游戏，一股味就扑了上来，好像你逛街老远看到了一家叫做沙县小吃的店。你虽然没有进那家店，但你也能猜到那家店的味道是什么样的。这个游戏你虽然没玩过，但是你应该能猜到里面什么内容吧？这个弹窗熟悉不？你们玩某款 MOBA 手游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邀请？我操，这还有签到7天送银河奥特曼和奥特之王，付钱还要经典看广告。准确的来说，这款游戏基本每个地方都要你看广告，它甚至有一个按钮就直接叫开局变强，就是你看4个广告拿4个 buff。新手礼包也是看4个广告拿 X 奥特曼和他的皮肤。这 3D 建模说实话也不是很差。尼玛，里面真的就只有这么多奥特曼啊！简介里面能讲的都讲完了。还有这音乐一开始我还没听出来，原来是迪迦奥特曼的主题曲，只不过是什么变奏 DJ 版，听起来像是乐队在人家肚子里的奏乐一样。算了，先玩把赛罗吧。这么快就匹配到人了吗？哦，这就是游戏界面了吗？哇，好卡！我操，围都围不动啊！对面这个是奥特之王嘛？这小队部怎么走的跟死拉裤裆一样？先不管那么多了，吃我的 PA！ 哼，你的小腿子敲得不疼不痒，死！好，今天我赛少就要统治光之国。反正你是什么东西啊？我赛少统治光之国的计划就这样覆灭了吗？好，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光之国马上就要被我统治了。OK， 远处我自己的光辉形态正在和贝利亚打架，这我怎么能袖手旁观？我操，我怎么没见过赛少在 TV 剧里面扔过这个技能啊？贝利亚的技能我知道是扣人家王者里的孙悟空。我操，我们米优斯直接就是寒冰啊！我寻思为什么要扣王者和肉肉的技能呢？奥特曼的技能难道不多吗？随便扔3个进来改改不就好了吗？你扣别人游戏的技能，那人家为什么不直接玩别的游戏呢？你看赛罗这3个光球在那转圈圈，什么时候光辉形态会用这个技能呢？你的究极赛罗之剑呢？你的光辉赛罗极速射线呢？怎么到这就变成了陀螺转圈射箭头了？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这局我打了9分钟打完了，拿了1颗星。等一下，你跟我说我看一会儿广告可以多拿1颗星，那还等什么呢？赶紧端上来吧。OK， 我现在已经是青铜2了，这把咱们换个奥特曼玩，顺便直接看4个广告把开局变强的 buff 点满。
哎，艾克斯奥特曼换个皮肤还能加攻击力和血的，别尬黑，人家都是超越形态，加点攻击力和血很正常。OK， 我一上来就3级了，还能直接买一件小装备，这就看广告的好处吗？等一下，这泽塔奥特曼怎么开的德尔塔天爪形态，拿着泽塔光弩，用着赵云的技能啊？你的贝利亚黄昏呢？我操，我直接给人泽塔连死，好强啊泽塔！不过因为我看了广告，所以可以不需要等待时间直接复活一次，这就是奥特广告吗？哎，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果然这游戏没有泉水防御塔，咱们可以直接虐泉了。复活了是吧？复活了，吃我一套不解释连招。哎，我怎么动不了了？这赛罗光辉形态怎么控制这么多啊？这奥特中怎么身上还带个紫色剑刃风暴就来了？快跑！队友呢？救一下呀！这怎么贝利亚也来了？哎，我直接给他打死了，因为用过一次立刻复活了，这次立刻复活要换广告，那看吧。OK， 40秒的复活，30秒的广告。好了，看完了。我怎么还要再等40秒啊？你逗我呢？他妈的，我不是看了广告了吗？这点利和波又看一遍的。服了，咱们还是慢慢等复活吧。这是我狗在队友后面放音枪赢得了游戏的胜利。那这些奥特曼就需要你慢慢干广告或者直接充钱买。幸好这款游戏有经典的看一次广告体验奥特曼的选项。我们来玩玩银河奥特曼吧。话说为什么他走路跟疯女一样？还有这几个技能图标，我怎么看都和银河奥特曼扯不上一点关系。而且这技能图标和放出来的技能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是毫无关系。你的什么银河雷电击呢？银河圣剑呢？怎么跟个瘸子一样跟他单脚跳扔球啊？当然这游戏好像也没全抄吧，有些奥特曼直接抄的王者和 Lolo， 有些他好像是把不同英雄的技能塞到一个奥特曼上。这把我玩的是迪迦奥特曼，还是经典的技能图标和放出来的完全没关系。你以为这是奥特护盾？不是，这就是往前射一下。你以为这是什么迪迦弹射光波？不是，这是火人的 W。你以为这是栽培利奥光线？不是，这是王昭君的大招。这游戏不仅把英雄技能抄了，它还要抄匹配机制。没错，这游戏居然还有经典的反 ELO 机制。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你刚刚开始玩这游戏，队友会非常强，你基本什么事情不干就能赢。但是随着你赢的越多，你的队友会越来越垃圾，你的敌人会越来越强。就我玩迪迦这把简直就是折磨啊！队友根本不推塔也不打人。我虽然知道他们估摸的全是人机，但是也不能这么演我吧？就连小兵都演我，打着打着就撤退了。你小兵也回家补血买装备发育上了是吧？有时候他们还会在防御塔的攻击范围内晃2下，让你以为小兵进塔，扭一下变你扛塔了。就这把我能打12分钟，你敢信？后面我把奥特曼都玩了一遍，我发现贝利亚是真的强，基本2棍子一个奥特曼，很符合设定。只是我不懂为什么他这个棍子要一直转圈圈。我本想着多给你们看看这几个奥特曼都是什么技能，结果发现好像就这么多奥特曼，东抠抠西抠抠，这游戏就出来了。我感觉以奥特曼为题材的MOBA游戏应该不需要抄吧？奥特曼自己本身就带技能啊，背景故事都给你写好了，人家想看你背景故事，你跟他扔个链接，点开就是奥特曼的 PVG。这皮肤一个还卖38块钱，还闪耀迪迦，喵了个咪，给我的感觉就是迪迦被泼了金色的油漆一样。还有奥特曼都18块钱一个，贝利亚还王者常用，什么王者？看广告王者吗？反正你看一次广告加1颗星。没错，这就是我玩这款奥特曼格斗之热血英雄的全部感想了，属实是惊叹在2022年我们国产3代手游还能如此猖狂。披着奥特曼的皮，操着英雄联盟王者荣耀技能，玩的卡的要死，走2步卡3步的游戏，还能死皮赖脸的给你放个充值按钮，能坑一个小孩是一个小孩啊！那我想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点关注。那这样吧，我是05，我们下期见。我输了。输给了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无论是什么样的粪作我都能攻克。奥特曼传奇英雄2、斗破苍穹巅峰对决、欢乐钓鱼大师、电竞经理，这观众们一声声粪作猎人的欢呼声中，我变得骄傲自大。于是想都没想开了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的坑。原本以为他会跟别的粪作一样，一天玩个什么1个小时、2个小时，觉得很折磨，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以前非常喜欢嘲讽一款游戏，说玩起来像是流水线上班，说是这么说，但这次不是嘲讽了，而是事实。所以我今天来给大伙细数这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每天要干什么，然后要养多少东西。相信我，这游戏会颠覆你的想象。我现在是53级，已经有快1周没玩了。作为一个滚服游戏，我1周没玩，玩在蓝衣草排行榜第5名，可见这游戏玩家流失速度有多快。好，我现在上线了。第一件事，先去搞这个日常。游戏贴心的给玩家准备了日常一条龙，简称游戏帮你玩游戏，然后你就可以挂机挂他们的半个小时，等他做这些日常。是的，半个小时。在这期间，你可以去玩大伙最喜欢玩的小红点游戏，就是把上面的小红点消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你可以真正
正开始玩游戏了。咱们先把手动需要打的短日常讲一下。没错，刚刚那半个小时的什么日常一条龙，只是能把自动战斗无脑过日常给一条龙了，需要你手动打日常，还要你自己玩，非常人性化，对吧？而这游戏你不上线还会自动囤3天日常次数，怕你错过没干到。那我们这期视频就玩1天的量。OK， 先打猎魂森林，少弹2次不花时间。日常打这个新颖试炼，刷魂卡5次，5分钟左右。这里专门玩个打铁，还有捐款，这捐的东西你大概率是没有的，要花金币买。不捐你就少人家贡献，换好东西还有少人家仙草。接下来打比较久的组队副本，每人都要打2次，但是困难副本次数刷新就要打4次。这个组队副本可以和人或者人机一起打，但这游戏没什么人玩，所以你就乖乖匹配人机好了。人机的强度很低，就是来凑人数的，4个人3要合起来才跟你差不多高，所以这就导致你如果玩的是什么奶嘛，氪的不算多，你要么就硬等人带你玩，要么就是战力超特别多，匹配人机做日常，一把差不多7分钟，也不会出现什么玩到游戏后面就不需要7分钟直接秒秒秒，因为后面有对应战力的副本，所以差不多都是7分钟左右，或者压根打不过。困难副本差不多10分钟，普通的困难副本4次打完差不多40分钟，全部日常合一块，你如果守在屏幕面前是1个小时半这样，如果你没有守在屏幕面前，那不好意思，玩一半进新场景没点自动战斗你就不动了，不小心死了也不动了。现在我们来到第2个板块，进阶日常。这一排那日常一条龙都没动过，这里还不是跟普通日常一样随便自动战斗就过了，这里还有战力要求的，你排人机不一定打得过。我现在战力18万，打这个推定战力15万的蜘蛛，这游戏为了卡你战力，贴心给你设置了1分40秒的时间限制，你要么匹配个15万战力以上的人和你一起玩，要么自己把战力搞到19万或者20万。完事了还贴心的给你塞2个 BOSS， 虽然打你压根不掉血，但血厚的要死，然后还没事装个地浪费时间，装出来也要浪费时间。打半天差5%没过，咋办呢？要么氪，要么干，去提升自己战力。咱们把东西都养一养，提一下，也给大伙简单看一下大概要养多少东西。后面我会详细介绍要养他喵了个逼的多少玩意儿。现在战力提了些，估计5%打得掉了，继续去打。OK， 这不会打不过去吧？0.4%啊！哎，我真服了，也没人来一起打。但是呢，咱们还是算顺利打过的时间，排位战你暴击少了没打过，或者是等人一起组队的时间，这打2次要5分钟左右。然后是玩 PVP， 这5次肯定是要打的，因为能白嫖高级魂卡抽奖券。然后这个偶尔能扫弹，偶尔又不能，差不多是要打个5-6分钟。至此我们把不怎么耗时间的东西都打完了。龙牙岛这块不用我多说吧，看过上一视频的应该都知道，这里就是大家伙最喜欢的彩头环节。这个环节需要花的时间是个不定数。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打，没有人干扰，死个2人就能打死1个 BOSS， 但你死了之后复活不会自动走到 BOSS 那，所以需要你守着屏幕，免得后面 BOSS 被人拿了。虽然说这龙牙岛和别人组队一起玩奖励是一样的，所以大伙看到人不会打会直接发起组队邀请，但同时大伙也是挂机玩的，组队邀请有时候就看不到，这导致龙牙岛需要花费的时间是不确定的，还需要你守着屏幕。我今天算是运气不错，没人来干扰，自己一个人打了2个 BOSS，15分钟龙牙岛就干完了。进阶日常必玩的部分就这么多，还有一些像是斗魂、低岩战场、中门盛宴这种给的东西不算很丰厚，而且一玩就要玩半个多小时，我就直接不算进去了。最后这进阶日常还有个最恶心、最逆天的玩法，异兽狩猎，1天打10次，这里需要花的时间可以说比之前所有日常合起来都要多，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是个不定数。如果说运气好的话，你出门随便走走就能遇到一个异兽，然后发起组队邀请，瞬间5-6个人进来，那么一直打个7-8分钟就解决了。但正常来说，这异兽需要你慢慢在地图上找，它会随机刷新在地图的任意角落。没错，这么大一个地图就一只异兽，不是说好多异兽刷新在一个线里，每个线都有一只这样，也没有这种寻路，你要自己找。除非说你等异兽出来的半个小时花道具找，你自己找差不多10几分钟有可能会找到一只，然后组队又要等个5-6分钟，因为游戏压根没人玩。那可能有观众要说啦，跟龙牙岛一样，自己硬打，打死了复活再来不就得了？不好意思啊，打异兽死了之后，你直接从主城或者队长身边复活，你一个人打，那死了直接从主城重新走一遍路，所以算了赶路时间，差不多一只异兽你就要打个半个多小时。如果说组队一起打，人少也要10分钟左右，你一天要打10只，这只能就是说做别的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人发异兽组队，你加进去蹭一下，就算是这样，这10只异兽怎么说最快都要2个小时，而且这异兽还能被别的队伍抢的，要不是这游戏没什么人玩，你连一支队伍都凑不齐，打着异兽有个队跟你抢，时间还要再翻倍，那你说你不打跳过这个行不行？这玩意可能会出真魂骨，你不刷后面战力就是跟不上，不可能不打异兽，而这些才是进阶日常咱们需要玩的东西。现在我们再来讲这游戏每天必玩的第3个板块，
挑战。其实拟态修炼就是爬塔，只要战力高一些就赶紧去爬，因为层数越高，每天的收益就越高，必须挂机玩了。然后是野外 BOSS， 每次都要等1个小时刷新，如果错过就要再等1个小时，就算没错过1个小时也就够打1只，因为你打其中1只的时候，别的也会被人机打，等你打完了，别的 BOSS 也死的差不多了。所以正常来说，你要守着野外 BOSS 刷新的时间，但我们今天去掉等待时间，直接算野外 BOSS 需要花多久。一天可以打3只野外 BOSS， 每只算赶路时间是7分钟左右，3只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然后是修罗艺考，你匹配人机去打2只，每天10分钟左右解决。这玩意会爆神之眼，你就不需要去大地图上找了。再是这个猎魂委托，每天必打的，难度很高，说实话不匹配真的很难打过去。除非说你打战力低的委托，不算失败和等人赶路时间，3只也得打个10分钟。然后是那种每周特定会刷新次数和每周特定时间才能打的东西，像什么斗魂试炼、战队试炼、世界首领、专门猎场、专门争霸这种，这几个东西要么是战力够了才能过，要么是要等专门的时间去打。我直接不算在日常里面，好吧？以上就是你每天基本要做的事情。去掉了这么多玩法，还除去了可能因素和等待时间，还有你没4点小红点的时间，保底合起来差不多5个小时左右。当然了，你也可以跟我说，我有几个模式不玩不就得了，那不就无大不干了？的确，那你不玩某些模式，奖励吃少了，后面战力是等着充钱氪上去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只能说你用钱买时间，我没话说。干脆你再花点钱找个代干，这样玩这游戏更不干了。每天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问代干今天氪了多少钱，然后报销一下，老好玩了，哥们儿。那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干出来的素材道具都需要用在哪里呢？我们一个个讲。我记得第一次玩这游戏，我说这游戏需要养差不多100多种东西，对吧？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是我没玩到后面你要养的东西再乘个5、6倍左右吧。首先是唐门心法需要养5本，这玩意不是什么哪个战力高养哪个，你要看它这个心法内息的加点，5本加点最好是2种颜色各12、12，这样才能吃到最高加成。这意味着你不可能说跳过上面的日常，这心法内息少一点就掉一大堆伤害。然后是唐门绝技，这个加点任务跟成就系统差不多，所以玩的时候偶尔就会有个点可以加。你也可以专门去干这些任务，但加成不是很大，可以忽略。金红踏影，升级材料日常爆的，加东西挺多，必须干。然后是魂环，9个魂环要养，而这9个魂环年份是要干到最高的。拟态魂环有34个要养，拟态魂环年份刷其实有点刷不上去的，大部分都是直接去世界首领那买随机魂环宝箱开，然后玩到后面你会接受第2武魂，我又解锁了昊天锤，但是第2武魂非常蠢，不像斗罗大陆唐三一样，左手用蓝衣草捆你，右手昊天锤就砸上来了。在这里你得在非战斗状态下切换武魂，其实就是切了个职业玩。但问题是装备对不上啊，你还要再打一套昊天锤的装备，蠢的不是一点半点。仙草也是必须要养的，他们要日常不玩少只仙草，后面距离会越拉越开。这仙草要是多少个你们就自己看吧，你跳日常你看后面还玩不玩了。接着装备系统我都不想多说了，10个装备，每个装备6、7个词条，你自己慢慢洗去吧。就你看左边这一排，平民玩家只能玩到前2个。然后是伙伴，每个伙伴都要升级，用相同的角色升星，用什么产品升产品等级，还有魂导器，也就是专武要升级，魂印箱6个。每个都要升级，然后你不是要养4个角色，你是要养8个。就是这游戏最干最氪的地方来了，魂卡。我现在是要养25个魂卡，每个都是 UR， 也就是125张 SSR， 每个 UR 都要升到2级才能开技能，这升一个就够费劲了，要用垃圾材料合成的大材料去升级。完事魂卡词条也要洗，并且魂卡还有个魂岩要养，就是你用6个 UR 卡为1个 UR 解锁属性，再去用材料养这6个属性。没错，这才只是1个 UR 卡需要干和氪的东西，你要养25张。你觉得可能吗？才25张，你玩到大后期后面你会接受8个魂卡槽位，也就是40张魂卡要养，这其中要多干多氪，你们能想象得到吗？接着你要养好感度，是的，好感度系统你也得玩，你不玩少人家东西。像唐三好感度刷上去会给你蓝衣草加1%的3维属性，还有锻造承受装备的概率加7.5%，你就说你不玩少人家多少东西，那咋玩呢？没人去送礼，还有跑腿做任务也是费时费力，还有生活技能要养。之前有看评论区说生活技能没有养的必要，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养，没人逼你养，后面什么东西都要花金币买就完事儿了。这生活技能养和不养差别真蛮大的，因为很多东西你可以通过生活技能的慢慢合到，包括吃东西可以是永久加属性的，锻造后面可以敲到带前缀的好装备，然后是暗器，说白了就是另一个装备系统，每个暗器就算不擅长都会给你加属性，擅长了还会有主动技能，宗门修炼也是必不可少的，就你看有多少东西要加吧。魂骨6个部位要养，还有一个魂金要养，每个部位都要把年份刷上去，还要配套，完事了还有一个魂骨血脉，你可以理解成再凑几道魂骨加属性，这也是要养年份的。还有个别东西我到现在都没解锁，但我实在是玩不动了。
太逆天了！从最一开始玩粗略计算大概有104种东西要养，到现在我玩到了差不多游戏中后期，一整个服务器每天在线人数不超过20个人的情况下，我现在在算。要养至少633种东西，这还不包括我后面可能会解锁别的东西。哥们儿真投降了，纯上班来的，真受不了了！一天他妈干36个小时，这个系列直接记了。最后一期吧，3年大火留着给别的系列吧，真不行了，太坨了。咱们把排行榜调一下，把斗罗大陆10来个学员调到真神奇。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3连关注，随时跟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这样吧，我是我们下期见。